枪左板。为什么不能查？关系千丝万缕，福寿洪家、大雅沈家关系极为密切，2代人以上联姻交叉股权，他们还让沈家、洪家的人做执行者，而且董娘在福寿洪家里面不是虚指，政治凌驾法治之上，法律是绿色的绿，这叫陈述事实。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联油品风暴揭露洪尧坤、沈桂香、沈尚邦关系网，徐巧芯引吴子嘉爆料，看赖清德回应。徐巧芯批评中联油引爆食安危机，他质疑其中政商利益连结，并呼吁检调应彻查背后厂商与政商关系，强调是基于监督职责提出质疑，并点名总统赖清德要与国人说清楚食安危机。徐巧芯日前公开揭露相关油品公司的股权结构关系，3家主要公司共同成立中联，由福茂油脂、泰山企业与福寿实业3家各持股约1/3，其中一家董事长为中联油脂董事及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不讳言洪与蓝营的关系非常好。徐巧芯进一步指出，根据证交所公告，监视关系人持股与经济部公司变更登记，发现洪尧坤的配偶沈桂香掌握了洪家核心的股权结构，其中在证券所董监视持股明细中，沈桂香依法以洪尧坤之配偶身份申报福寿实业股票，人家有一定比例的持股。在金屋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沈尚邦担任董事长，由沈桂香担任董事，2人外传为兄妹关系。另外，徐巧芯提及，根据名嘴吴子嘉日前爆料，有外界传言沈尚邦与总统赖清德亲同兄弟，所以他质疑这次中联油品出包是否有相关公司高层找过赖清德谈过。另外，徐巧芯提到，吴子嘉质疑6月15日后沈尚邦有去找总统赖清德一事，目前仅是质疑，能无法证实，要看赖清德如何回应，并再次强调沈尚邦是否有找过赖清德，那是吴子嘉所提。另外，他要求赖清德应该面对国人公开说明，甚至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应该要正视。直至今日，已有更多厂商产业链发现使用到问题油品，然而政策为何迂回转弯？他出于监督的职责，也呼吁检调单位应该要稽查每间厂商是否有从中得利。最先的开始，后来证实，就去查了一些资料，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情，赖清德始终保持沉默，甚至不惜在毒油案已经爆发了，他还要在7月3号跟这中联油脂背后的大股东的老板之一洪尧坤同台，加入他的宠物展，而且发动绿媒全程直播，全程待好待满，待了将近1个小时，还吃狗食，说好吃，旺旺。引用自信传媒资料，在台南担任立委时代就有大家沈家解释，沈家几个兄弟中，他又以左手的边的沈尚邦最熟。这个是福寿的老董，始终福寿就是他，因为中联油脂有3大家，它是一个封闭公司，福寿、福茂、泰山。泰山是发生过经营权之争的所以泰山的詹家已经出局了。包括跟赖长是什么关系呢？这我们要得往前推。洪尧坤的老婆沈桂香，这几家都是他们家的关系企业。洪尧坤资本额是50亿，资本额50亿，他的生意绝对不止50亿。好，来我们往下。民国44年就设立了，福寿是非常老牌企业，他们家还没开始做油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公司，所以我说他第3代，他们已经到第4代、第5代去了。这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传产业的权贵家族，就是一个商人家族，他们家洪尧自备的超多的。那当然，这种家庭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他们不发生内部斗争的话，一般来说很多人是不管事，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想管事，每个房可能有1、2个比较想管事，就出来在公司治理，其他人就做股东，然后吃喝玩乐。福寿卡到位置就是绝对不会倒的地方，就它已经形成既定通路，它的设备、人脉、相关的销售链、生产链非常完整，而且是像铁钢一样，啪啪啪啪啪啪。铁链环锁。那他们为了进一步巩固，所以当时他就联合了福茂跟泰山2家老企业一起合组中联油脂，所以它就形成了第2大垄断事业，它的产量达到33%。好处是我们策略结盟嘛，我们有共同的降本增效嘛，因为我们成立这个中联油脂，我们就可以集中处理。你在市场上购买大豆的时候，你的议价能力也会增强，你的资金运用也会增多。我们不把利润留在中联油脂，中联油脂是个封闭公司，所以这3家共同出资，它封闭公司。但是这个中联油脂的设备是相对都是很老旧的，因为我就可公示资料来看，还有就它现场的一些环境照片来看，我是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更新设备的状况。它30几年前成立这个公司，中联油脂就是这样，所以你拼不赢它，你新的企业你总拼，你都被它垄断了嘛。那它的垄断是一种软垄断，它不是硬垄断嘛。如果用大陆的说法，旧社会千丝万缕的政商网络，他们这种行业属于呢毛利不高，但是稳赚不赔，稳定收益，没有竞争者。市面上他们会出一大堆不同品牌的油脂，你以为是不同家，买起来都是同一家，就是有利润我们把
把给分了。台面上这些食品大厂，谁没出过食安问题？只有鼎新翻车，因为鼎新是因为民进党在后面有策略的打，但是鼎新也没有完全死啊。味全现在不是还在吗？味全现在主味全龙复活了，但魏应充比较衰啊，魏应充被民进党抓，但是魏应充活该啦。我说的衰是说相对于其他政商网络，那大统一好是好在有统一、华泰、大成长城合组哦，它有一个特色，它有上市。上市的话，它就受到市场的监督会更多一点，所以它既有卫福部、农业部去管这个豆子进口问题，它还有金管会去监管的问题，相对来说它会更透明一点。但中联油脂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不透明，因为它就3个股东嘛。那这3个股东里面呢，洪尧堃常年担任福寿的代理人啊，因为他就是董事长，他亲自去的。这个是洪尧堃，对不对？然后你就看他的董监事资料，这里有一间华少投资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家，这不用讲了吧？独董不用管了，独董就是外面找来，因为他是上市公司嘛，他必须要有独董嘛，请一些专家学者、社会有名声的人来做监督。你看哦，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洪尧堃、洪尧俊、洪尧志，姓洪的你不要怀疑，而且股份都很多，这不就是洪家天下吗？洪尧堃不是个人名义持有福寿的股份，洪春林、洪尧俊、洪尧志这些人他是直接持有，他是个人持有。但洪尧堃很特别嘛，他是间接持有，而且你看哦，其实有个董事持股还比较多洪尧志。代表其他人他还是停留在个人持股身上，因为他们那个只是名义上第3代，实际上第2代，因为他们是第1代是6兄弟创，这代表说他们洪家还是挺团结的。对比泰山詹家就把自己干掉了嘛，泰山詹家可以副董事也姓詹，董事也姓詹，然后互杀这样子，神经病，跟高雄陈家现在就把自己搞死了一样。华少投资是一模一样，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公司。你看董监事资料，这个就是个人持股。这里就有一个重点人物出现了，沈桂香，这个才是这公司的真实内里。沈桂香是洪尧堃的老婆，实际的控股，她不是一个单纯的空壳老板娘，她是有参与这些政商关系网络。这沈桂香所持有的公司，华尧实业一样在台中哦，这个其实都他们同一些系列的，买在附近呢。然后沙鹿，他们是以沙鹿为一个企业，你看沙鹿大同街36-1号，大同街36-2号。他们太有钱了，整排都他们家的这样子。他们有时候互持股份还有功能啊，避免背锅端啊。因为有时候市场派会来入侵公司派，公司派通常就只说那个控股家族，他本来控制的公司嘛。市场派就是说，因为你是公开开放股份公司，所以我可以通过市场购入股份，我来侵夺你的控制权。透过交叉持股的时候，你没办法一锅端我。我有很多股份掺在不同的角度，而且我可以透过交叉持股创造子公司的方式，再回头持股，里面可以去银行做杠杆，我可以反复借贷啊。董监事资料。沈桂香、洪尧堃、洪尧志、王耀曲，这一定是创造某一些工作用的，而且你看说很久没有变更的，代表是他们公司下辖的，你说进出口用的牌，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做进出口业务在用是由他太太来做持股，公司董事或监察不会查的就只会查代表人，代表人冒出来有没有？谁？沈尚邦。关键字就是这样叠出来的，不要再跟我说他们兄妹之间没啥关系，随便一个公司3500万啊就出去了。董监事资料：沈尚邦、沈尚仪、沈桂香。沈桂香是姐姐，沈尚邦是2弟。沈尚仪肯定也是他们家的人，是他们家另外一个兄弟。他是不是跟他的兄弟们有很多的生意往来？98年就成立的公司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历史资料，102年成立的时候，当时102年成立的时候，沈尚邦只是挂个董事长，没持股份哦。102年10月成立的时候还没有，12月的时候公司却弄好了，董监事就把人签进去了，沈桂香就在里面，代表兄妹之间或是姐弟之间的事业的往来是长长久久的，而且他不是随便加一个人嘛，他嫁的洪家很给力嘛，沈家也很给力啊，沈家台南帮的啊，洪家是台中帮的啊，以这个沙鹿海线这边为他们的据地嘛，沈家是台南帮的啊，大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92年就成立，112年变更过最后一次，但是你自己看洪家。兄弟姐妹都在这了，但他们家还有更多人，他们是实业开发，还有共同资金持有。然后你看哦，全部都是洪家人，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唯一一个沈桂香是媳妇儿，其他都是洪家本家，而且也是同辈的哦。姚字辈的哦，唐守族兄弟沈尚邦哦，最核心的事业是大雅电缆。你看，民国51年就成立了。你说为什么都是那个时期啊？因为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搞土改嘛，土改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把股份公司的概念给推广出来了。当时很多人土地被政府收走之后，就拿一些股份跟他换，所以因为当时要实施耕者有其田，所以在那个年代，民国40年代、50年代，你就会看到很多家族的公司都在那时候登记的，因为开始有股份制的概念出现了。因为在更之前说，大雅电缆是他们最核心。董监事资料给你看，大董沈尚宏，2董副董事长沈尚邦，3董沈尚仪，4董沈尚道，兄弟之间啊。
分房没分家。洪彦宏跟洪尧坤什么关系？配偶沈桂香哦，所以各位不是有关系。她是沈尚邦的表姐，因为洪彦宏的母亲或父亲大雅沈家第一代创办人，具有亲手足血缘关系，4代联姻，而且他扮演的是执行长的角色嘛。而且沈尚邦跟他的姐姐沈桂香关系又很密切。2大传产家族台南大雅沈家与台中沙鹿福寿洪家之间极为紧密的亲戚股权网络共生关系。沈尚邦跟赖昶之间的关系，常年的支持者，20年的政治盟友。台南的时候就已经关系非常亲密。沈尚邦是赖清德在台南在地的铁杆。台南市政府议长选举前夕，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曾经公开点名赖清德有人康营寿台南广播电台啦，国策顾问啊，就是赖清德在卖药的那个电台啦。大雅电缆沈尚邦的人涉嫌介入其党团运作，而且呢是绿油油。赖清德在副总统任内曾经亲自出席大雅65周年庆祝活动，与沈尚邦等精英层互动关系密切，并且获得大型政府绿能储能案件。所以因为这一层关系，那个绝对是沈桂香，就是洪尧坤跟沈桂香，然后跟赖清德这个线非常清楚。福寿洪家跟大雅沈家关系极为密切，是2代人以上联姻关系，交叉股权持股。看他们还让沈家还有洪家的人在做执行长，而且董娘在福寿洪家里面不是虚职嘛？为什么这一次浮油事件是如此的荒腔走板？所有的疑点为什么不能查？这里面的关系4个字千丝万缕啊！所以台湾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升？你自己看到处都是世家，为什么用极其别扭的方式在处理这个事情？早就出大事了，为什么还会去宠物展当天吃好吃满？硬要拖到7月4号才要公布说20%以下不用下架，一开始甚至连20%都不设，就只说只有中离油脂的产品要下架。他们一开始只想把那一个油槽倒掉，就当做了事了，而且是卖剩的哦，卖剩还没用掉的那些倒掉就算了。你以为只有国民党官商勾结啊？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10年了，但是民进党在南部执政已超30年了，在高雄都超过30年，在台南都超过20年、30年起跳了。在这么多年以来，这一些地方的势力会跟谁结合？跟一个永远在地方不会执政，可以每天随时来临检你、盘查你、给你搞破坏、不给你发证的地方政府，还是赌一个可能会在中央执政，也可能中央丢掉政权，而且甚至已经失去中央政权10年的国民党，谁跟谁官商勾结？我没有说他们官商勾结哦，但我说谁会跟谁官商勾结？一开始总统太太道歉，后来就不道歉，直接又开始呛抗中保台，呛毁宪乱政。为什么民进党这一系列的人各种失言、各种发疯？我没有逼你吃毒油啊，它们是天然的，可以喝水代谢掉。你们游行像庐山烤坯，为什么会到这么疯狂？为什么要护航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不干死厂商？到现在3大股东没有人收押，第一时间还想导向朱国荣这个大圈仔，两岸通缉犯，宁愿抹红，宁愿转移焦点。面对在野党要上街了，不果断的叫石崇良滚蛋，这事情就化消了。简单的都不做，都要走最难的。我们到现在不查厂，到底是原料制成、储存、分装哪里有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不说赔偿问题，不严查、严控中联油脂，不普查市面产品，5个点：究责、真相、严管、清查、赔偿。政治凌驾法治之上，法律是绿色的绿，这叫陈述事实。所以为什么说5大诉求缺一不可？如果是这个状况，5大诉求有任何一个诉求会答应吗？因为一旦卓荣泰道歉就要严查，要查真相就有人要亏损，这个中联油脂可能要挂，要严管中联油脂又做不下去，他的设备要翻新，要清查可能事情会闹得更大，福寿真的会脱身吗？要赔偿福寿愿意吗？事实上，这世界也是政治凌驾法律之上嘛，黄牌就比红牌大啊，打通电话就可以让红牌延期啊。在网络上不是有个笑梗吗？做一个川踢足球，结果是用手运球，各种运球，然后把球丢进去。然后说川普说又手，川普不用在乎红牌黄牌，因为他可以让他延迟。再大有大过 FIFA 总裁吗？越南老将大洋多角化转型，不仅绿能，还进无人机和低轨卫星，营收突破300亿。营收而已哦，光营收而已哦。因为国防部释出多少？500亿的采购案啊！随着国防部释出500亿的军用无人机采购案，大洋1609TW 也迎来全新成长契机。公司自制的超导热同胞铝线 TDCCAW 成功打入无人机与低轨卫星市场，展现其在高科技应用领域的技术实力。线缆本业主力产品涵盖数
塑胶电缆、7包线橡胶电缆、光纤光缆、高压与特高压电缆等，广泛应用于电力、通讯、汽车、电子、航太与无人机等产业。24年大亚营收年增 13.8%， 销售量高达55230公吨，稳定社会与政府推动台电强韧电网与前瞻基础建设的政策，合计投资超过 1.4 兆元，大幅带动电缆公司产品已通过台电，并积极拓展标案市场，维持本业高价动率都稳定。绿能事业公司目前已建设73座太阳能电厂，总装置容量207 MW， 预计25年达到250 MW， 并同步开发云林、麦寮等大型电厂。好像储能部分则包括台中龙井安厂1期100 MW， 2期75 MW， 分别预计25与26年上线，并将纳入台电 EREG。调频内转市场，创造稳定售电。这件事情它就是这样了，多少人不敢谈，很现实的一个点啊。7月6号在闹什么？7月6号20% 以上的不用下架。你觉得赖厂为什么到现在20几天了，他不愿对不受独有的事情讲一句话？我真的很多话我不能讲，你们自己看。反制无人机标案3度验收未过，王宏威点名读后率有大亚电缆。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今日指出，攸关不对称作战能力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得标厂商创未来交货后验收部件接连不合格，国防部仍坚持交由其整合，直到上周第3度测试失败，导致离岛建设进度延宕逾2年。他揭露创未来背后股东为台南省家大亚电缆，质疑国家资源独后率有。王宏威今举行指出，大亚集团旗下大亚创业投资、大亚创新投资持有创未来科技股票，上面金额共约 1.29 亿。创未来民国13年起大量跨足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从12年到14年拿了超过10亿的标案，部位跨越国防部、经济部、农业部及国科会。王宏威表示，其中国防部无人机反制系统委托研究案，即使遭监察院纠正，明知厂商技术能力不足，能坚持办理，国防部还是执意将 9.8 亿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创未来，直到上周案子验收复检，总共3次测试都不合格，现在面临解约，离岛无人机反制系统建设也因此浪费了2年多时间。王宏威说，监察院纠正文指出，推荐厂商给国防部的是经济部，而当时经济部长为现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王美花任内国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共10案，总金额约 3579.02 万元，其中创未来就取得5案，约2460万元，占比近68%。王宏威补充，大亚集团旗下另一家公司大和新科技也投入军工产业，其中母公司大亚电缆总经理沈尚仪兼任负责人，并获国发基金创业天使投资方案，投资1999万9千元。他质疑这与日前外界关注的旷视智能公司获国发基金相同金额投资案类似，批评民进党将国发基金变成绿基金。王宏威说，过去他就揭露，大亚集团旗下的智光能源在台南七股打造了大型余电共生案场，余电赚门宝，如今光电赚完赚无人机，看来是准备转进军工再创高峰。难怪赖总统讲到无人机预算速度激动的时候，不看正面看佛面，更连说3次我不会放弃。王宏威指出，他支持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也支持立法院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法制，但政府资源与采购应公开公平竞争，不应让特约企业或特定背景厂商取得优势。他要求国防部说明是否与创未来解约，以及如何避免离岛无人机反制系统建制持续延误。你以为他是没出息呀？他真出息呀！他真敢啊，真能赚啊，真能勾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宠物展都可以吃好吃满，连狗粮都要吃，都要如此宣传？里面的裙带网络到什么样的程度？从新闻就已经让你了解到大亚在这里面有多屌啊！结果是一事无成的项目。而且为什么要强推飞鸿供应链？因为强推飞鸿供应链可以加钱啊，加很多的钱啊，因为大陆的相关的设备原材料非常便宜嘛。为什么要从英雄城市南昌的原材料改说用飞鸿的？但其实也是红的。为什么要强推无人机产业要给这么多的钱？这就是大家要了解到，为什么在这次毒油案里面，赖赏会安静到这种程度？你反的是一张绵密的大网。你反的是一张政商紧密连结的大网，你反的是在支持正义的道路。先出来也不能多做解读，奉劝大家在网络上用词要小心。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执政超过10年，拥有极为绵密政商网络，动辄几个亿、几个亿、几个亿。在这个面前，有些事情我们点下去，点的差不多了，大家各自理解。我留一个记录在，那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中的一角。绝对沈尚邦是跟赖赏很熟，洪耀坤跟赖赏熟不熟？从这个看来是挺熟的。看，直接守那个
过来一步就过去喽。不用人家介绍哦，而且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坐远一点？毒友已经炸了，大家都在看了，当然要离远一点啊。政党不轮替就是这个样子。台湾现在目前就只剩政党轮替这个方法了，没救了啦。你政党不轮替就没救，因为很简单嘛，剪掉什么都握在他手上。换了政党，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这样势利眼啊，西瓜派啊。换了政党之后，突然之间很多事情就查到了，突然之间本来是赖友友的，可能就过一段时间变蓝友友，有没有可能？不知道。